我今天要说一说，为什么这个，我做的这些视频是可理解性输入的内容，很长，是不是很长？看，那我的所有的 title， 我所有的 title 标题都是有可理解性输入，可理解性输入这几个字。那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是不是？可理解性就是 comprehensible， 那意思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你可以明白的，可理解性，这个性是性质的意思啊，这是性质，性质的意思是一个有点难的意思，这是一个有点难的词，这个不是很重要，但可理解性就是可以明白的，可以理解的，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 ？input， 输入，这个输入在中文里经常是输入，啪啪啪啪啪，输入，我输入，我往电脑里，我往电脑里输入东西，输入我在说的话，我输，这是输入啊。但是当然这里的可理解性输入，这个输入不是往电脑里，不是这个电脑，不是电脑里输入，不是往电脑里输入，是往哪里输入呢？是往哪里输入呢？哪里呢？是往人的脑，人的大脑，人脑是往人脑里输入，那输入就是放进来，我把东西放进去，放进来，都是一样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把这个东西放进来，我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那这是放。你把中文放进大脑里，是吧？你正在把中文放进大脑里，正在的，你正在，现在就是现在所以可理解性输入的意思就是把你能明白的话放到你的大脑里那我怎么让你明白呢？这是我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方法。我的方法是一种特别的方法，这种说的方法，这种方法能让你明白，我能让你明白。
好，今天我要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成语故事，我用两种方式说，一种是正常的、普通的方式，一种是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普通可理解性输入 CI 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我今天用两种方式说，一种普通的，一种 CI 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那你可以听听有什么不一样？好，第一种方式，普通的方式，很普通，大家都这样说来，我们讲故事，来，我们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坐井之蛙，这个故事是一个成语故事，是坐井之蛙。以前呢，有一口井，水井，在这个井里有一只青蛙。这只青蛙呢，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口井，它每天在井底生活，它抬头就能看到天它抬头看到一片漂亮的蓝天，它在井底吃虫子游泳，他觉得他在井底的生活是最舒服的，最棒的，他非常的满足。有一天呢，在井口来了一只大海龟，对小青蛙说：“你觉得在井底的生活怎么样啊？”小青蛙告诉大海龟，在井底的生活超级舒服，你也下来吧。大海龟说：“好啊。”大海龟想进到井底，但是呢，它卡住了，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它下不去。于是大海龟说：“小青蛙，我来自大海，你知道吗？大海无边无际，它的深也无法丈量，那才是天下最舒服的地方。”小青蛙非常吃惊，原来世界这么大。这是用普通的方式讲故事，我用普通的中国人的方式给你讲了一个成语故事，这是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是中国的一种词语，这种词语呢，它有一个故事但是这个词语也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好，那现在我要用可理解性输入，看到了吗？ Comprehensible 可理解性 input 输入，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和你讲这个故事。我现在用这种方式给你讲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井底之蛙。
好，井底之蛙啊，看，这是一口井，这是一口井啊。这个井呢，里面是有水的。以前的人喝水的时候，从井里把水打上来。是以前的人从井里如果这是井，那这里是水，那人想喝水，他们要去井这里去打水，所以井是以前的打水的地方，以前的打水的地方。好，在这个井里，井的底下，这是底下，这是底下，底，上面，底下在井的底下住着一只青蛙。青蛙是一个动物，青蛙是住在水里的动物，它们可以住在水里，也可以住在地上，不是水里都可以，是吧？那以前有一口井，就是一口井，有一个青蛙住在水里，住在井底的水里，这只青蛙呢，在里面生活，在井里生活它在井里吃饭，它吃什么呢？它吃小虫子，这是青蛙的饭。然后它在井底的水里游泳，这是青蛙游泳。青蛙这样游泳吗？不知道。对，这是青蛙游泳。嘿，我游泳，这是青蛙游泳那小青蛙在井底，它抬头，能看到什么呢？看到蓝天，是吧？这是蓝天。小青蛙在井底一抬头就看到蓝天。所以小青蛙非常的满足，它很满足就是很开心，很高兴，他觉得这是最好的生活。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在井底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他很满足就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他不想要别的东西，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不要去别的地方，生活。井，这口井
在井里生活最棒。然后有一天来了一只大海龟，看，这是大海龟，这是一只海龟，大海龟来了，它来到井口，这是井口，这是井的口，这是口，这个是口，它来到井口，它问小青蛙，你在井底的生活怎么样？小青蛙说，很好，非常好，你也来，来看看，来看看井底，那大海龟要进去，大海龟想进去，想去看看，但是大海龟太大了，它卡住了。我们看什么是卡住了啊？什么是卡住了？好，看什么是卡住了？好，这是大海龟，大海龟，这是井，那大海龟想进去，进到哪里？进到井里，那井的底下，井底，那大海龟想进去，但是它太大了，它卡住了，这是卡住了，它进不去，进不去呀，我怎么进不去？卡住了啊，这是进去了，那这是卡住了，那大海龟进不去井底，所以呢，大海龟对小青蛙说，我从大海来，我是住在大海里的，大海非常的大，没有边儿，大海没有边儿，所以这是无边无际，就是没有边的意思。这个边口语平常我们说边儿，所以大海没有边儿，非常的大。那大海很深，那这是深，从这儿到这儿，看，这是它的深有多深？这很深吗？不是很深，这个不深。那大海龟说，大海很深不可以量，不能量。我们用什么量呢？平常我们用尺可以量
多深，能有多深？但是大海不可以量，不可以用尺，不可以用尺，这是尺，不可以用尺量，不可以的，不可以。所以大海是不可以量的，因为很深很深。那大海龟说，在大海里生活才是最好的，最舒服的啊，最舒服，最好啊！小青蛙听了，感觉很吃惊。小青蛙很吃惊，因为它觉得井底是最好，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他不知道世界是这么大，啊！那小青蛙很吃惊。这是一个中国的成语故事。那这个成语故事说的就是一个人只看到自己的世界，他觉得自己的世界是最好的，但是一个人应该去看看别的世界，别的生活。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大，那今天我用2种方式和你说了同一个故事，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它有2种说法，一个是坐井之蛙，是吧？坐在井底的青蛙，这个之是的意思，坐井之蛙和井底之蛙，井底之蛙就是在井的底下的青蛙，这2种说法都可以。那我今天用2种方式说同一个故事你能听出来区别吗？一种普通的方式，一种可理解性输入的方式，可理解性输入CI 可理解性输入那这2种方式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你听出来了吗？那我想做的视频就是这样可以让你明白的故事，可以让你明白的说话的方式。所以你不用 translation 也可以明白，这才是好的学中文的方法。所以我以后想做没有 translation 的，我没有因为我希望你能听我说，然后明白，因为我会用 CI， 我会用你能明白的方式说，是吧？